2025年5月9日，一份长达数万字的报告，在中国金融体系的最核心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的官网悄然挂出，没有热搜，没有刷屏，甚至媒体也懒得深度报道。但如果你认真看完这份报告，心底只会涌出一个念头：完了。央行发布的是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，报告中一句话堪称惊天炸雷：物价回升速度明显低于金融总量增速，通缩环境尚未改变，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。白话就是，中国已经印了很多钱，但物价不仅没涨，反而还在跌。这代表什么？货币政策已经彻底失效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一个国家最顶层的金融机构自己承认，央行再怎么撒钱，也救不了这盘死棋了。中国这些年印了多少钱？根据报告，2024年末社会融资规模、广义货币 M2、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速都维持在7%至8%之间。这是什么水平？超过了名义 GDP 增速的历史高位，甚至比08年金融危机时还猛。按道理来说，钱多了，市场就热了，价格就上去了。但现实是，中国的通缩正在加深，不是放缓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在2024年全年同比基本持平，甚至略为负增长。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更是连续数个季度深陷负值。到2025年一季度，全国 PPI 同比下跌 2.6%， CPI 同比仅增长 0.1%， 勉强逃脱负值。通缩意味着什么？房子卖不动了，商品没人买，企业不再涨价甚至降价，老板不敢扩张，员工不加工资甚至裁员，每一个环节都在朝缩方向走，经济彻底失去活力。更可怕的是，哪怕你把货币撒下去，都没人敢用。原因是什么？央行自己也说了，提振物价的关键在于扩大有效需求，畅通供需循环，打通实体经济堵点。换句话说，老百姓不敢花钱，企业也不敢扩张，政府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，但老百姓要的是饭碗、养老金、孩子的学费和房贷安全感，不是口号。那么，中国人民银行有没有打算反思一下自己，承认是自己政策不力导致了局面如此惨淡？你想太多了。通篇报告里，央行的潜台词是这样：不是我不行，是你们不配合。报告一开头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，要求财政政策配合，要求产业政策调整，要求社保改革加快，要求就业政策发力，甚至连楼市都要市场出清，地方政府去库存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央行的钱已经印出来了，工具都给了，你们别的部门要是不配合，再多的钱都没用。总结一句话，我尽力了，锅你们背。央行行长并不是政治局委员，说白了，他在中央核心权力圈子里没有话语权。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用这种技术报告的方式，把心里的憋屈写出来。你可能会说，数据就是数据，有那么严重吗？那我们来看看现实生活，房价在阴跌，没人愿意买。根据贝壳研究院数据，2025年4月，全国二手房成交均价同比下跌 6.2%， 一线城市房价也撑不住了。北京、广州的核心板块出现业主主动降价30万卖房的现象。大学生失业率仍高企，即便是教育部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，但根据智联招聘数据，2025届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签约率仅为 38%， 比去年同期还低。老百姓最担心的养老和医保更是没人敢指望。2024年全国社保基金支出首次超过收入，各地医保大砍报销比例，挂号费、药品费用上涨，很多人根本不敢生病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你还指望他们消费？别做梦了。
这次报告中还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提法，价格调控思路要从防哄抬物价转向防低价倾销。什么意思？以前政府怕物价涨太快，所以严控涨价。现在怕的是企业拼命压价卖货，出现杀价竞争，价格越压越低，最后连本都赚不回来。这在电动车、光伏、锂电、白色家电等行业已经是现实。以新能源为例，2024年全年中国电动车出口增速放缓，国内市场价格战惨烈。比亚迪最低价车型海鸥跌破7万，领跑甚至推出5万级纯电小车。你以为这是在让利消费者？错了，这是企业在自杀。他们靠压价抢市场，但利润率持续走低，员工加班却减薪。你能活一时，但行业全死了。央行这句话其实是在给企业敲钟，别再拼价格了，再拼就死。但问题来了，你要企业以智取胜，可当下的现实是没有利润，哪来的研发？活都活不下去了，还谈什么服务质量？在过去40年里，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，房价、物价、工资样样都在涨，大家早就适应了通胀环境。但现在，中国正走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——通缩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后，进入失落的30年，最根本的症结就是通缩。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陷入了通缩陷阱？央行没有明说，但实际承认了这个可能。你可以理解为，一旦进入通缩，就像掉进沼泽，越挣扎越陷得深。政府不断降息、印钱、刺激，效果却越来越差，最后民众对经济失去信心，不消费、不投资、不结婚，生育率断崖式下跌。是不是很熟悉？对，这已经是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的一切。央行这份报告虽然主要讲的是货币政策，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更让人绝望的现实：财政已经快撑不住了。2024年，中国的中央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仅为 1.4%， 而财政支出则持续扩大，尤其是地方政府刚性支出，比如三保：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民生，压根儿没法砍。怎么办？砍基建、砍项目、砍编制，甚至削减公务员和教师的年终奖，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勒紧裤腰带的方式。而根据财政部数据，2024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 42.3 万亿元，其中隐性债务规模仍在继续扩大。虽然没有公布确切数据，但国际评级机构预计总规模超过70万亿。这就意味着政府没有钱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央行在报告中频频暗示财政要更加积极有为。换句话说，我已经把钱印出来了，你财政还不花，怎么刺激需求？但财政根本不敢花，因为一旦大规模举债搞刺激，国际信用评级会下调，债务危机更进一步。我们已经看到了苗头，2024年，贵州、云南、内蒙古、甘肃等多个地方政府已经暂停部分公共建设项目，一些县级市甚至出现教师、医生拖欠工资的情况。央行再怎么撒钱，如果财政不肯接力，钱根本进不了市场。再来看金融系统，报告显示，2025年一季度末，广义货币 M2 余额为30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8.3%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全国人民平均每人手里有22万元现金和存款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富有？错了，这些钱并没有进到你的钱包，而是沉在银行系统、企业账本和地方债务黑洞里。央行已经无数次降准、降息，把水灌进去了，但金融系统根本不敢把水流出去。为什么？信贷风险太高，资金端息贷严重。别说你个人申请贷款，企业现在融资也越来越难。
报告自己也说，贷款投放仍有结构性偏差，制造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未能充分满足。这已经是最委婉的表达了。现实是，企业不敢借，银行也不敢贷，金融系统成了一个自转的黑洞，只负责吸储，不敢放贷。所以你看到的一个诡异现象是，储蓄率继续上升，中国居民新增存款在2024年创下近10年新高，银行的存贷比不断下降，社会融资增速虽高，但实体经济融资却持续萎缩。央行拼命灌水，但这个系统像是一座水泥堡垒，滴水不进。再来看人心，所有的经济指标最终都汇聚成一个关键指标——信心。央行在这份报告中极为罕见地提出，稳信心当前应更加注重稳定市场预期，提振社会信心。这句话等于自曝其短。为什么突然强调信心？因为它真的没了。你可以看到，越来越多的数据反映出中产阶层的崩塌。2024年，全国城镇储蓄意愿创下新高，居民消费倾向跌破60%，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水平。教育、医疗、养老这3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。生育率跌破0.8，结婚率再创新低，年轻人直接躺平。高收入职业也不再风光，房地产、教育、互联网、金融行业裁员成风，公务员系统也不再铁饭碗。中产阶级曾经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，如今却成为最焦虑的群体。当一个社会最守规矩、最勤奋的一群人发现努力无望时，真正的崩溃才开始了。央行说要稳信心，但它能稳住什么？钱它已经印了，利率它已经降了，银行它已经宽松了，但人们心里的经济预期已经死了。我们来假设一个极端的场景：明天央行宣布再降息100个基点，房贷利率低至2%，汽车贷款免息，信用卡大促，政府再发几千亿消费券。你会出手买房买车吗？你会愿意贷款创业吗？你敢不敢换工作、搬城市、再婚或生2胎？多数人的答案是不敢。不是没钱，而是不敢花钱；不是没机会，而是不敢冒险。因为你知道，风险全靠你自己扛，政府救不了你，企业保不住你，制度靠不住。这不是货币问题，是信心问题，是根本性信仰的坍塌。央行报告结尾的语气依然充满理性温和的态度，强调总量适度、结构优化，并继续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、精准有效。但所有人都清楚，稳健已经不够用了。中国经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结构性下行，人口老化、外贸受限、内需萎缩的多重压力下，货币政策已经被逼到天花板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更激进的财政支出、更大的国企改革、更彻底的房产税试点、更频繁的外汇管制，甚至更严厉的言论控制和数据屏蔽。因为真相太残酷了，舆论必须统一口径。许多人仍然安慰自己，经济总有周期，现在只是下行期，撑一撑就过去了。但当央行亲口承认货币政策失效，当财政勒紧裤腰带保运转，当金融系统不敢放贷，当老百姓不敢花钱时，这就不是周期的问题了。这是一个大国进入结构性衰退的起点。这就像一座大厦在阳光灿烂的某一天，突然从地基开始开裂。你还以为只是外墙起皮，殊不知大厦已经无法补救。我们正亲历历史的一次巨大转折，而普通中国人不过是这场通缩大棋局里被遗忘的注脚，被牺牲的数据罢了。